大家好，我是基德。美国孟菲斯动物园熊猫事件，大家应该都听说了吧？有2只大熊猫，一个叫丫丫，女的；一个叫乐乐，男的。2003年，他3岁，他5岁，一起远渡重洋，被租借到了美国孟菲斯动物园生活。租期10年，后面续杯了一次。这里注意啊，丫丫的妈妈也叫乐乐，但不是这个乐乐，因为这个乐乐是男的。2003年那次租借目的并不复杂，就是常规展示2国友好关系的熊猫外交，附带合作研究。研究什么呢？熊猫租借项目一般都会附带研究繁殖，所以为什么租出去一公一母，就是为了能让大家一起想想办法，解决一下圈养大熊猫的性冷淡问题啊。不过可惜，孟菲斯动物园后来研究失败，丫丫流产了。至今，丫丫和乐乐已经分别是23和25岁高龄，今年2023年也将是他们俩重返故土的日子。然而就在今年最近这1个月，丫丫和乐乐的事情就像一颗炸弹，引爆了中文互联网，搞得群情激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照片，丫丫像之前我看过的在垃圾桶旁找食的落魄北极熊一般，深情枯槁，毛发稀疏。我们普通人看到这样的照片，反应可能差不多。从来没在中国见过这么瘦的大熊猫，感觉自己家的孩子在别人家受尽委屈，像乞丐一样。能把熊猫养成这样，还是不是人啊？孟菲斯动物园对此的解释是，丫丫本就体型偏小，年龄偏大，有点皮肤病很正常。你换个角度看，就还好啊，身体状况确实没有什么大问题。但网友们并不相信，有人发丫丫疑似出现刻板行为的视频，有人发丫丫乞食但饲养员不给吃的视频，还有人去翻动物园的游客评论区找到很多负面评价，以此证明丫丫就是被虐待了。于是随着事件发酵，呼唤中国主动出击，提前把丫丫和乐乐接回家的声音是越来越多。但你想，其实中国也尴尬，中美两边现在是平等中带点吵架的关系你又不是人宗主国，突然要强行上门看看猫吧没有实锤也不太好说。你是不是摆明了指责别人干坏事吗？别人能欢迎吗？如果就不同意咋办？结果大家在僵局中正生着气呢。孟菲斯动物园突然在2月3号遗憾公布乐乐已经在1号去世的消息，乐乐死了。这个消息如平地惊雷炸得网友都懵了。大哥，我这边还在想尽办法找到你虐待的证据，结果直接被灭口一指，这不让人往阴谋论上联想都难呀。根据美联社新闻，园方 CEO 则表示，乐乐去世前几天并没有表现出痛苦的迹象希望大家不要乱想。但另一位动物园医生则表示，乐乐前段时间出现过几小时的胃痛和吃不下饭。租借的熊猫死在风口浪尖上，还搞到这个地步，中国只能马不停蹄派出专家组出差美利坚。这次去鹅城就2件事，一是调查乐乐真正死因，看是不是喜丧；2是调查丫丫有没有被虐待，生没生病。2月26号，中国动物园协会官网发出消息，专家组已经和美国专家一起对乐乐进行了尸体解剖，排除导致意外死亡的蠕肠扭转、主动脉破裂、肝脓肿破裂或大出血等常见病因，观察到心脏病变，初步判定是其死亡的原因，但还需进一步确认。至于丫丫除皮肤病导致的毛发脱落外，食欲良好，粪便性状正常，体重稳定。也就是说，专家组现场的评估意见是乐乐心脏病，丫丫除皮肤病外一切正常。那这个结果很多网友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明明这个熊猫这么瘦弱，你说它没事儿？我也挺好奇的，就继续翻新闻，找到了这样的描述。中国动物园协会副会长谢忠表示，孟菲斯动物园每个月会给中国提交1次健康报告，每年1次医学体检报告。中国也多次组织过工作团去现场实地考察。后来在大熊猫爱好者提出丫丫可能受虐的情况之后，中国动物园协会组织中国农业大学、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北京动物园、上海动物园以及美国孟菲斯动物园、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和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专家团，对丫丫进行过多次健康评估，综合判断丫丫血液检测基本正常，影像学检查无异常，未发现器质性病变，属于中等健康水平，并且大熊猫在孟菲斯动物园得到了较好的照顾，未有虐待大熊猫的情况。我驻美大使馆也专门派代表实地查看，确认了大熊猫在美得到了悉心照顾，竟然没有问题。那丫丫为什么会脱毛呢？谢忠表示，丫丫这病从2006年就开始了，14年开始越来越重，而且这是家族性遗传问题不是别的原因。后来治也治了，就是治不好，因为这种病属于圈养大熊猫饲养的疑难杂症。这就让我想起每到春天我皮肤上起的红疹去了好多医院，开过很多药，怎么都治不好。但是呢，我也注意到专家这里提到一个词，家族。难道丫丫这一脉天生有缺那我只要查一下丫丫的兄弟姐妹，不就验证了吗？首先，野外大熊猫的寿命一般是20岁，圈养的话能活到25到30。照这个标准丫丫妈妈其实非常长寿，活了足足32岁，死于2018年这有什么家族病没有但当我查完丫丫那些同母但不确定父亲是谁的哥哥姐姐之后发现事情确实有点不对劲。根据 Pandapedia 网站提供的资料，丫丫4个哥哥姐姐，晶晶9岁死于2002年，金秀6岁死于2000年，金慧11岁死于2009年，金刚甚至只活到1岁，死于1999年，死的都很早，属于幼年早逝和青年早逝。至于死因呢，我找了半天也没查到报告，可能熊猫比较多那些没有名气的就不会有记者去关注，内部档案我也看不到就没有办法确定他们有没有皮肤病，只能说投胎做熊猫也是一门技术活。
OK， 反正目前美国熊猫事件就和流浪气球事件一样，正持续发酵。虽然官方初步评估呢已经给出，但民间是说什么的都有，有骂中洞邪的，有说专家有问题的，还有呼吁把全美熊猫全部接回来，为以后打仗做好准备的。这么说也有道理，是吧？类似古代国家把公主送出去和亲啊，以后这闹僵打起来了，这个公主的日子怕是不好过。那么丫丫按照协议啊，正常会是4月7号回国。北京动物园表示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能提前就提前，反正最晚不会比4月7号迟。对于这一点，我看很多网友也是表示难以接受，希望马上就接回来。好，那么前面基本说的都是一些官方资料，为大家把整个事件捋了一遍。但其实我在写的过程中也看到了很多民间消息和民间组织的努力，五花八门的，也花篇幅讲一下，大家兼听则明。首先，关于丫丫健康问题的新闻，其实早在2019年就开始出现，甚至更早以前还有美国游客留言表示，有只熊猫看上去和印象里的形象不太一样，是不是生病了？在21年年初，园方顶不住日渐密集的询问，发博称丫丫健康状况良好，配了一组近照。不配图还好，这图一配，我们作为观众更觉得这只熊猫过得不好，别的熊猫都白白胖胖，你这啥？野外染色的棕熊啊！虽然官方坚持认为丫丫本来就有皮肤病、体型瘦弱和年纪大这些问题，它就该长这个样子，但结果就是声明发出来之后，大家更急，你当我们是瞎子吧？熊猫粉丝们还创立了 Panda Voice， 旨在解救在孟菲斯动物园遭受虐待的丫丫和乐乐。不仅熊猫迷们心心念念，各路动保媒体和动保人也多次发声，比如著名的格莱美女歌手比利·艾丽什就参与了保护丫丫乐乐的签名倡议活动，目前全球已累计10万份以上的签名。而澳大利亚导演马克·穆洛伊2021年就发文督促孟菲斯动物园在为时已晚之前将受难的大熊猫送回故乡吧。到2022年底传出确认回国的消息的时候，世界动物新闻的主编凯伦更是发文庆祝胜利，祝贺大熊猫们结束近20年的苦难生活。而孟菲斯动物园方面，除了将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内容无限复读，也没有额外的回应了。对于这种矛盾啊，网上也有网友给出过一些解释，比如丫丫的销售问题，不同视角就会给网友不同的感受。这个是2021年游客拍摄的视频，和现在广为流传的那张触目惊心的图片相似。丫丫葛优躺就显得瘦骨嶙峋，但稍微坐正，换个角度看会好很多。但是不管怎么讲，丫丫肯定是偏瘦的。成年大熊猫体重在82千克到120千克之间，我查到20年啊，丫丫是85，那属于正常偏瘦，但怎么查都查不到它现在的准确体重，专家团也不公布啊，让我很费解。再比如丫丫的皮肤病问题，光明日报记者曾在2009年探望过丫丫的妈妈，在报道中写道，丫丫妈妈的黑眼圈几乎看不到，鼻子上的毛也脱光了，让我不忍心给她拍照。我算了一下，09年丫丫的妈妈23岁，和现在丫丫一样大。看来这种严重的皮肤病确实正如专家所说，可能是家族性的。但我也稍微懂点生物学知识啊，这里稍微强调一下，皮肤病这种东西吧，有时候不是说直接遗传，不是说妈妈有女儿就一定有，它可能遗传的是免疫力差，可能遗传的是对某种寄生虫过敏啊，可能遗传的是各种东西，最后表现出来是皮肤病。总而言之，皮肤病的病理是很复杂的，它是综合性问题，这方面听专家的就行。民间如果在理解上直来直去，很容易钻牛角尖。OK， 那么归根结底，孟菲斯动物园的问题到底在哪呢？我盘了一下，感觉是这样：就中国专家团既然说没问题，那应该是没有虐待和大病，它是合乎动物园标准的这么一套养法，让专家很难挑出毛病啊，提出要求甚至插手。但这套标准呢，它底线是不高的，比如场馆就这么大啊，睡觉的地方就这么小，食物就那么多，不是野生乐园，也没有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现在孟菲斯动物园就在底线上蹦迪，你这边合同都跟人签过了，人家每年还给你钱啊，你能在挑不出硬性毛病的基础上强行给人要回来吗？也没办法，人家主打的就是这一点。我自己喜欢养鱼嘛，对鱼来说，只要过滤和温度控制好，生病及时下药都能过得很好。但是大熊猫作为一种濒临灭绝的大型哺乳动物，它相比鱼需要的生存环境更复杂，比猪更复杂，甚至心情不好也会导致免疫力差、生病，就跟人一样啊。所以个体之间的差异会变得非常大。这下就不是说你可以打造个几平方米的标准场馆，统一养一养，随便喂点竹竿子，保证不死就完事儿。假如你抱回家的的确是个容易生病的小孩，那你就得养得更认真一点。网友们最急的就是丫丫看上去经常吃不饱，在园区里到处找吃的，能吃的只有竹竿子啊，没有国内大熊猫视频里能看到的那些鲜笋子、苹果、盆盆奶什么的。虽然啊，国内肯定也不是每个大熊猫平时都吃的这么好，因为水果属于改善性食物，不是所有熊猫都爱吃。但丫丫这种明星选手在这关键时刻还不能吃点好的，我觉得也过分了。其次，关于舆论问题，我看到一位美国老胡是这样中肯，他说：“我见过不少熊猫，丫丫确实是我见过状况最糟的，但这不必然意味着它遭受了虐待啊。众所周知，这个虐待动物在美国法律中是非常严重的，我相信他们也不太可能做这个事情。但是啊，这个孟菲斯动物园回复的内容啊，无疑是灾难性的。要真正平息公众的质疑，你不要重复那些车轱辘话，你得每天公开大熊猫体检和食物摄入的情况嘛，并把反应训练啊等本来不公开的这些细节也纳入到熊猫直播里面来嘛。你们这个态度还得端正。”他发言的一部分大概就是这么说的，这段还是挺有道理的，是吧？现在舆论搞成
这个样子，你动物园得积极起来，专家们也得积极起来，不是说随便发个通稿就完事了啊！你去现场看了，你觉得没事，证明啊，怎么就给个结论就不管了呢？大多数爱熊猫的人肯定没有你们那种专业知识，能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出来把事情讲清楚，这就是你们的工作嘛，不是说你们几个专业机构互相站台，丫丫没事儿，你们信我啊就完事了呀。丫丫到底每天吃了哪些东西，你不能公开吗？还是说动物园和专家们长期都是比较轻松惬意的工作状态，已经支棱不起来了呢？接下来聊聊另一个大家可能关心的问题，就除了丫丫乐乐，其他送出过的熊猫到底什么情况？首先是美国，除了孟菲斯动物园，还有2家。亚特兰大动物园运气非常好，1999年盲盒抽到了伦伦和洋洋，这对非常牛逼啊！不仅品相极品，还猛生了7个，包括2对双胞胎，留下一对江湖传说。比如2006年自然交配失败，就是因为伦伦嫌弃老公洋洋动作太生疏，把他暴打一顿。后来饲养员没办法，只能人工受精，于是伦伦创下36小时最长生产时长记录之后，生下长子美兰。再比如07年，央视出了篇报道，中国大熊猫吃穷美国动物园，每年花费几百万。文中提到，亚特兰大动物园租一只大熊猫的价格是100万美元一年，伦伦和洋洋加起来就是200万，每生下一个小孩要增加60万刀1年，并且2年后就要把小孩归还。除此之外，还有每年另外的100万美元中美大熊猫研究计划费。最后，照顾伦伦和洋洋需要单独聘请5个饲养员，1年的生活开支又是约50万美元。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老板当时一算账，不行啊，亏啊，联合另外几个动物园希望跟中国谈判下调租金啊，如果不行，只能把熊猫送回去。但最终面对当地居民自发种竹子、逢年过节各种送贺卡的热情，该动物园还是败下阵来。其实看到这里，我突然有点理解网友冲专家团了。美国动物园租大熊猫是要另外出钱，如果专家团拿这种中美研究经费的话，他们自然会希望息事宁人，不愿打破这种中美合拍的默契啊。当然，我是相信专家会实事求是的啊，不会这样做的啊。另一对润美大熊猫是住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美香和天天，他们2000年底从四川卧龙搬到华盛顿，成功生下4胎。05年第1胎泰山不仅是美国第1只存活的熊猫幼崽，更开启熊猫直播的先河，给猫奴们留下了从240P 到2K 画质的满满回忆，甚至酿成网络事故啊！有网友对泰山的候选名字不满，黑入投票网站，强行加上了黄油棒这个名字。但市民们觉得呢，这名字又俗又土，就选了更有中国味道的泰山。与伦伦5胎妻子100%存活率相比啊，美香妈妈没能躲过幼崽早逝的悲剧，还出现过多次假孕，也因此20年最后一个孩子生产的时候，获得了全美猫奴的空前关注。当时正值新冠闭馆期啊，大家都憋在家里刷手机，动物园没有遇到过这么大流量，直播间崩溃，激得围观群众怒刷 F 开头优美词汇。当时美国人什么状态？被第1轮新冠冲击的遍体鳞伤，心情低落。看到大熊猫降生，直接感受到一股神秘的古代东方治疗魔法。于是很多人在留言板刷奇迹，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后来在百日取名仪式之上，大家投票选出了他的名字小奇迹，并一举拿下美国最受欢迎熊猫星星头衔。另外，圣地亚哥也曾是美国能看到熊猫的4个城市之一。熊猫小姐白云与电视明星高高一前一后来到这里，后者则出演过纪录片《回家》。圣地亚哥动物园很会养熊猫，在租借期间还发现圈养熊猫很容易腹泻的一个原因，类似我们人的乳糖不耐受。简单说就是圈养熊猫如果混着吃竹蛋奶果，容易拉肚子。这种简单的原理走了这么多年弯路才发现，足见濒危动物保护不宜。在2019年，白云与小礼物和先回家的高高在都江堰熊猫中心团聚，圣地亚哥结束了23年的熊猫养育史。当时洛杉矶时报评价说，无异于一个时代的结束。OK， 美国熊猫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各位差不多都了解了吧？还要澄清一个误区啊，其实这种熊猫外交呢不是近现代的产物，我查到最早记载出现在唐朝，在685年，下一站登基的天后武则天赐予日本天皇2只熊猫和70张熊猫皮，当时的人管他们叫白皮，就是白熊的意思。你想当时又不太可能跑到北极去猎熊，所以应该就是熊猫没跑了。看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往外送熊猫。到了近现代，最早的官方行为是1941年就开始给美国送大熊猫。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像苏联、美日、法德等国以赠送形式开展过熊猫外交。不过80年代之后啊，这种赠送就变成租借了，从单纯的动物巡展升级为有科研色彩的国际合作研究保护项目。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各自想办法提高大熊猫的繁殖率嘛，让你也能用先进的生物学手段研究研究熊猫，发发论文，是吧？再没事一起开个会交流交流。像是前面亚特兰大发现圈养熊猫吃太杂会拉肚子，要是大家各管各家的猫，地球上其他地方的熊猫没准还要间接喷射10几年。顺便呢，专家还能出差，是吧？美滋滋。所以现在送熊猫都是送一对嘛。目前整个地球一共有近70只大熊猫住在海外，也因为门槛较高，很多国家呢通常只有1家动物园有。但像日本属于少数也有3家动物园有熊猫的，而且因为繁育成功，数量上反超了美国。比如上周回国的香香，就是东京上野动物园的旅居熊猫比利和仙女的娃。这小两口在广州定亲的，2011年迁居日本，生下香香之后，又于前年产下一对龙凤胎小小和蕾蕾。这个熊猫家族啊，属于是东京动物园的顶流。香香回国之前，还有大量的日本人赶来挥手告别，一度需要靠抽签才能入园，谈到每个人只能看1-2分钟。顺带一提啊，香香的妈妈仙女呢，之前
前也生过宝宝，但因为孩子呛奶入肺引起肺炎而夭折。同样是深表遗憾的发布会，上野动物园的园长老爷子难掩悲痛之情，几度哽咽中断发言。而这次痛失幼崽的经历也让他们痛定思痛，先是安排人去中国实地取经，后来在香香出生的时候更是倾注极大心血，连续3个月严阵以待，24小时全天看护，百般呵护之下养大了这么一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熊猫公主。后来老园长在公共场合提起她，就跟谈到自家外孙女一样，不自觉就笑出来，感觉老爷子能吹一辈子。相比上野动物园这边的大阵仗，晚一天回国的熊猫永明一家就低调很多。永明自94年9月起在白碧丽冒险大世界担任友好特使，28年特使生涯兢兢业业，荣获日本动物大奖会最高奖和和歌山县县功勋爵，与大熊猫美美、良邦孕育出海外最庞大的邦氏一族，膝下子辈16毛，孙辈23毛，连曾孙辈也有3只。据说和歌山如此会养熊猫的秘诀是周围竹子产量充沛，可以不限量供应。看到这里，不禁让我想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1000户居民种竹子挖竹子的辛酸场景。作为家族的顶梁柱永明和双胞胎女儿的登基路上也是200名专业人员前呼后拥，派头十足。再说一下别的国家，永明爸爸有个叫圆圆的弟弟，住在奥地利美泉宫动物园，他旅伴洋洋是一位画家，很能赚钱，画过的100多幅画在卖，每幅标价490欧。园方计划把收入用来出版熊猫画册，以便促进奥地利熊猫经济内循环。荷兰的欧维汉动物园在2016年为熊猫武文和新雅准备了中式宫殿风格的9000平米豪华熊猫园，在欧洲享受绝世雄声。而引来世界杯和熊猫双喜临门的土豪卡塔尔就更卷，不仅派了王牌物流专机接熊，还为熊猫晶晶和四海准备了12万平米的超级豪宅。12万平米啊！这两小家伙估计到现在还没把地图走完，都是熊猫，生活在不同地方，猫生的差距比人类还大。而前些年被迫让熊猫提前回家的加拿大卡尔加里动物园其实也很土豪，虽然没有准备豪华宫殿，但在食物供给上煞费苦心。他们从多伦多动物园接手熊猫之后就淘汰了原本的美国主子，一律换成空运中国主子。可没想到把熊猫胃口养掉了。2020年疫情高峰期遇上航班减少，几番周转都没能找到运主子的门路，只能含泪对外公告，如果不能把新鲜的主子带到大熊猫身边，那就让他们回到有主子的地方去吧。这个不是他们不要了啊，熊猫是非常挑食的。我看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新闻，他们当时弄到的美国竹子，熊猫很多都不吃的。OK， 那这期大熊猫事件就报告到这里。没想到写了7000多字，还把后面其他国家的动物外交部分删掉了，比如长颈鹿外交、狗外交、马外交什么的。如果大家想看，可以给这期视频点点赞，效果好的话，下次单独出一期再讲。至于大熊猫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其实也不难，归根结底还是钱。为什么呢？现在的模式说白了就是把大熊猫送到国外，用换来的租金和研究经费养成都大熊猫基地啊这类地方，是吧？再加上科学家为保育项目发论文啥的。那今天我们把孟菲斯动物园的熊猫收回来，也保不齐明天换个地方又虐待了，因为人家动物园无非也是为了钱，为了动物园的经济效益。如果当地熊猫粉丝不多，或者随着出国的熊猫越来越多，大家看腻了过气了，动物园赚不着钱，自然也就不会对熊猫特别上心。视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扫了一眼，发现熊猫又上热搜了。这次 tag 是上海野生动物园多次抽查发现问题，点开一看，说的是上野这一年发生过多起大熊猫暴毙事件，园方解释说是兽医水平不够，行业通病。另一条微博是通过视频监控发现饲养员有抬手打熊猫的行为，网友们非常生气，要求严惩这个有前科的家伙。所以如果真正喜欢熊猫的人想根治这个问题，我说白了，动物园那种所谓的展示场馆也达不到要求，哪有爱动物的人愿意让动物生活在笼子里的？这就跟海豚表演是一个道理嘛。只有把所有养在动物园的熊猫全部收回，统一放在成都那种大型繁育基地里面，让它们自由生活才是真的。繁育的饲养和科研费用则全部由喜欢熊猫的人捐赠的公益性的熊猫基金会里出啊，喜欢熊猫的人还能进去做义务劳工，最后一边繁育一边改善四川的野生环境，实现把大熊猫放归大自然的终极目标。好了，熬夜写完睡觉去了，拜拜。